我们有我们产业的背景的硬实力的存在，所以我认为台湾的资本市场反映了我们产业的实力，我认为是还蛮恰当的，我个人认为还蛮恰当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以来，纳斯达克或者汇成半导体，他们事实上来讲的话，相关的一些产业，它的表现事实上也非常的亮眼。所以国际的投资者，某种程度来讲，社会在改变，投资者也因应的社会的改变、产业的改变、挑战的改变，他们去投资相关的产业。我想这个趋势是很相当的连结。其实我们应该很庆幸的，就是说，我们台湾的资本市场是跟国际的资本市场是联动的，而且我们有我们实质上的一个实体的产业，在这个供应链上展现出来的重视的程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Computex 为什么我们跟 Computex 有这样的一个发展。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国这些优秀的公司都纷纷的到台湾来跟我们的供应链来做接洽，这就是台湾向外延伸的一种实力。那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认为台湾的这样的资本市场的环境跟国际的同步，是我们是有值得骄傲的一个地方。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说，到底这个产业，我们其他的产业，我们到底要抱持什么样的态度来去扶植这些产业在资本市场能够受到青睐？那刚才我们这个总经理也提到，就是说，事实上，其实在每个时代，我们台湾的股票市场、资本市场，在每个时代里面，我们也曾经纺织业兴盛，包括我们大宗物资最早期，或者是说不同的时代的时候，都不同的金融股也曾经兴盛一起。所以这个是一个不管有产业的循环，或是有很多的因素所促成这些因素。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希望在台湾资本市场上市的公司，他必须要了解一件事，就是说，它是一个 public company， 它是一个上市的公司，不是私人的企业。它必须对于公司未来，不只包括他自己，不只包括这个 owner 股东，他必须要去照顾全体股东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它必须孵化一些中长期的一些方向，所以我们在那个Value Up 2.0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强调这个元素，对于未来的这些策略跟这些孵化，这个才是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产业都必须要有这个公司上市公司必须要担任的责任。那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体质相对优的，但是它低流动量的部分，那我们的市场机能，我们市场的制度里面，我们就会提供给这些公司的一些造势的计划。我们可能会大家关心的几个产业，就是认为说，相对来讲是不是没有跟电子业比没有像那么受到吸引力的这些产业呢？我们会发掘这些优质流量的公司里面，我们会鼓励我们证券商。更加重我们鼓励他来参与这个造势，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讲，我们有2种策略来去走。第一个，我们希望上市公司它能够对于它自己未来的经营有一定的擘画，要了解上市不是终点，上市是另外一个责任的开始，是另外一个对全民股票的一个新的一些擘画，它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第二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去做一个交易所的平台，我们怎么样让他们懂得说故事，怎么样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投资机构？我想这些不是我们交易所要努力的方向。那我刚才提到，我们跟证券商我们的合作，在流动性的部分让它有所提升，这个都是为了我们关注的目标。那甚至于我们的台湾指数公司，我们也会在很快的时间里面，我们会编制相关的这样类型的指数，
来供我们一些issuer 来去发行相关的产品。我想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一个平台，或作为一个台湾资本市场的一个驱动者，我们所应该要做的，而且希望能够做得更好。所以这个社会是我们今年非常重要的一些目标。